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卢锡安的一个出装符文，还有他的一个双路的兑现情况。然后这边的话是猫咪配卢锡安，这个阵我跟你说，前期感谢对面是小炮，我跟你说，本来卢锡安这样子对线啊，有猫咪的话。不，猫咪加强了就是了。他现在他那个 E 技能的那个治疗量，还有大招的治疗量加强了。但是啊，问题来了，对面选个小炮，干嘛？小炮谁都对线不过。我跟你说，小炮在线上就是个垃圾，纯垃圾，知道吧？甚至随便调个辅助，然后石头人辅助，什么辅助都可以虐他一下。小炮是最废的一个射手，就是下路的话，在中路的话可能还稍微正常一些，但在边路，在双路，他就是垃圾中的垃圾。啊，这边还过来送人头，这里说实话，他屏障都可以不用交，可这还是求稳，给了个屏障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对面双路其实已经没有对线能力了。卢锡安的话，他这边可以看到，他做的鞋子是吸血鞋，这是我唯一见到一个做吸血鞋的英雄啊！我起码看了好多，从新赛季新版本新赛季到现在为止啊，我就看到唯一一个卢锡安是做了这个装备的。你看，就完全甚至可以扛着兵线上去给压力。这边狮子狗交个大招啊，没用，这边没输出，也没有留人技能。米利欧，我跟你说，这局巨无语。你小炮，说实话，就这版本的小炮，高低都得配一个 AP 消耗的那种辅助，知道吧？玩这种什么，玩米利欧这种软辅啊，争议的这种软辅一点用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爆炸，反正巨爆炸。对方好像是把闪现给捏了，这里应该是有眼。这里过来吃一下塔皮啊！对面缩在塔里面不给机会，那你就主动的去找对面的难受点。吃塔皮，你像对面双路缩在塔里面，你是不可能去越的，越了反而你出事。这个时候你就去游就可以了，刷完线去游都可以。像这种兵线进去啊，尽量能 A 塔就 A 塔，A 不了塔就消耗对方就可以了。这里炸出来伤害还不如卢锡安 A 的那几下。那这边的话，大招直接秒了。
屏障也没点，这个血量应该是刚刚好，有点极限。猫咪的话应该是没有蓝量，有蓝量的话应该是会给它奶一口。小炮这英雄跟拿人头就那样，他其实就是关键还是发育，他其实发育到后面就很屌。为什么？他的攻击距离啊，就是随着等级提升而增加的，知道吧？然后狮子狗过来，这边屏障加猫咪的一技能，这盾还是蛮厚的。潘森过来直接开始收割人头了，大招全部吃到满，这边不能再去了。对面中单过来，把这波变清完，往后撤就可以了，也没蓝量了。像我想想，小炮这英雄其实很早，在端游的 S3、S4 版本的时候，我是很喜欢玩它的。但它就是 S5 之后改版了，就改成这种所谓的说，它525码的攻击力距离。然后随着等级的增加，才能增加到600多码。然后那时候就变成个超级垃圾的个，也不能说超级垃圾，那时候还是有点强度的，就到后期强度还是蛮高。其实小炮在端游都还行，但唯独在手游是真的拉到爆。前期没优势，根本就没后期。就是前期你抗不住压的话，这里靠过来找了个切入点。然后在早期没改之前，小炮是怎样子的呢？技能其实差不多，E 技能、W 技能是吧，都一样。但是它被动不一样。那时候小炮是除了女警之外，攻击力距离是第二长的一个射手，你知道吧？就那时候的小炮，哇，不知道有多舒服。所以那时候你在排位啊或者什么的话，你还是经常能见到小炮的。你现在你看，你就别提端游吧，你就手游的话，几乎见不到小炮吧。就是说对面选出来，我挺开心的。如果我玩射手，对面选小炮，我会非常的开心。因为我会让我的辅助去玩那种 AP 辅助，然后这小炮就会跟你说，他连兵线都吃不了，甚至塔里面的他都站不了。这一局还好，就是因为卢锡安是前期的话，卢锡安其实也没有说压制力非常强，特别是搭配猫咪。猫咪的话，体现的优势在哪里呢？是时间越往靠后，射手就是装备成型，准备开始成型了，是吧？然后之后猫咪搭配起来才强。你看前期如果有个 AP 消耗的那个法师辅助啊。我就问你，你手就长，你在塔里面，我跟你说，你连兵都不好补，你补一个兵，你就要掉100血，补一个兵掉100血。怎么样啊？2件套之后，对面就已经开始炸了，甚至你看到没有，可以过来，如果没中单过来的话，估计都顶不住了。完了，吃的伤害还是太多了，玩得很激进。但打小炮就这样子就对了，就激进一点，没关系的。阿罗拉这边过来扛一下塔，闪现出塔，其实他走出去都没关系啊。这里大招。送大人头给对面，有点小亏的这波越塔。
对面剑魔是有那个大招的吧？应该有吧？这里不能去探，绝对是不能去拿脸去探这个草。这里大招给出来。找到一波机会，可以直接秒，一套带走。啊，差最后一下平 A， 有点可惜了。把对面打残是吧？对面跑回家，这时候你就一定是要找对面的资源拿，不要说啊打回家了你也回家，那你拿的优势，你建立的优势一点用都没有的。你把他打回家了，说明有个点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他就做不了，他就只能回家。狮子狗，果然是在这的。交闪现了，这里一个没在草里面蹲，这有点吓人的啊！狮子狗扑出来会玩的，如果发育不差的话是能秒的。这局其实对面没有太多的肉啊，全是脆皮的话，可以不做就是不做这个，不用那么急做这个破甲都可以，就大穿甲。又过来，这扑的就扑这么一下，然后跑就跑不掉的呀！狮子狗扑上来肯定要秒人，那他这狮子狗上来送人头了是吧？我开个大招送个人头，开个大招队友看不到你送。4个人，剑魔贴脸上啊，必须得交这个闪现，不交个闪现被连住肯定会被杀的呀。被他续上了大灭以后啊，这边就也不好打这波团战了。这里你想要推掉这个高地的话，对方过来想断线，这个时候剑魔没有大招就完全不用虚他的。剑魔强就强在他大灭，你知道吗？我天，这一个平 A 他能回半管血的，这你是真顶不住。上来秒一个，这个时候啊，什么装备成型以后，猫咪搭配的那个射手啊。就会很爆炸，就是你的射手会玩，那就是1+1等于3。可以看到他吸血鞋加上吸血符文，他这个吸血完全是够用的，再搭配一个软辅。
你如果没有软辅的话，我建议你要做那个银血剑。这个是真的，这是忠告啊。因为他这边是有猫咪，所以他可以选择做狂风之力，多一段位移。你要灵活的去搭配，根据自己的队友，然后去根据那个什么，去搭配你的那个出装思路。如果你吸血和回血拉得太满的话，对面做个重伤，那对面重伤的收益就非常高了。就比如说，对面重伤，对吧？你原先比如说你是就是说吸血加回血，回个100的血，对吧？人家30%，你就减你30%的血量。如果说是吧，你这个吸血跟那个治疗拉得太满，是吧？也一下子就回200的血，啊，对方30%，那不就是直接60点血量吗？对对面来说，这个重伤的性价比就非常高，所以你要自己去权衡一下。虽然说人家就不能完全没有这种吸血和回血，但是呢，也要有一定的就是说去平衡一下，让对方的收益别太高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上来想秒，对方不给机会。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